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通过何种方式能够设计和掌控自己的命运啊，甚至是改写自己的命运？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那么在这组牌里边，如果说你们想要有设计或者说掌控自己命运的想法，那么你们必须要意识到，你们要看清楚自己的命运，或者说你们要有能力去看清楚自己的命运。因为每一个人的命运的剧本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之轮。所以说这组牌里面，似乎你们的人生啊，它是有着某种既定的命运的轨道的。就是说这组牌你们的命运似乎是事先被设定好的，你们的人生会经历一些特定的事件，或者说特定的转折点，又或者说你们自身拥有着某种特定的天赋，它会让你们经历某种你们必须经历的事情，从而得到成长。所以说在这组牌里边有2件最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看到自己的命运的底色，第二件事情是你们要跨过命运剧本当中给你们设计的那些阻碍，但是这种阻碍其实对你们来说是一种成长的邀请。所以我觉得这组牌里边它需要你们具备一种类似于工程思维一样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对于一个既定的问题，既然它是被设定好的，那么你们要用哪些工具、哪种手段去解决它们。所以这组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首先你们要先认识自己，需要有一个自我评估的过程，审视自己的客观条件，比如说你的天赋、身材、样貌、家庭背景、社会环境，并且以此为基础重新思考人生。就是你们要分清楚你们的人生当中哪些是无法改变的，哪些是可以改变的，把那些无法改变的属性转化成你们在社会上的某种优势，把那些可以改变的对你们不利的属性或者说条件转化成为是对你们有利的一些东西。通过这种方式呢，在某种层面上你们就能够踏上那条命运给你们设计好的轨道。这组牌你们既定的命运的剧本似乎是有2种模式的。第一种模式就像这个星币4一样啊，它有一点像是那种在既定的轨道上面打怪升级，说明你们选择的这个职业或者说发展的方向可以随着时间去积累自身的经验和资质。也就是说你们当下做的事情，或者说接下来即将要做的事情，它会成为你们的一个主业。那么在接下来的5到10年甚至是10到2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维度下，你们的命运它会让你们按部就班的一步步的往上爬。你们的人生可能每隔3到5年就会在这个既定的轨道上面上一个新的台阶，类似于升职加薪，不断的提拔。然后在10到15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维度里边，你们可能就会来到一个集团企业组织当中的中高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成为一个决策者。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从事的工作，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古老的传统的行业，比如说医生、律师、教师，或者说某种公共事业、政府单位等等。那么这组牌有2个剧本，第一个剧本它是比较安稳的啊，它是一步步打怪升级的这种感觉。那么第2个剧本呢，它似乎有着更强烈的戏剧性，就是当你们在不断的重复着某种循环，过着某种稳定的生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突然的遭遇到生命当中的某种巨变啊，某种爆炸性的事件会发生，或者说所处的宏观环境发生了一个剧烈的转变。这个时候你们的命运可能就会阴差阳错的走上另一条路，而这条路和你们原先的那条路它是有着巨大的反差的。可能你们之前在某种传统行业做着某种传统的职业，但是呢，因为这种巨大的改变会让你们阴差阳错的踏入到一个新兴的领域和行业当中，并且意外的发现了自身的一些隐藏的天赋。可能比如说你们之前是某种能源行业、科技行业、传统行业当中的一个技术高管，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当你们发现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自己原有的道路的时候啊，你们内心当中某种之前一直隐约的想做的一件事情，它就会浮现出来。而这件事情可能是你们原先的某种爱好，或者说你们真正擅长的事情，它会突然的变成你们的主业。而且呢，这个爱好它可能会和时代产生某种共鸣，就是你们的这个爱好它刚好在那个风口上，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巨大的成功，给你们带来巨大的影响力和光环。就好比你们之前如果是一个医生啊、技术高管或者说老师，但是呢，可能因为这种时代的转变啊，你们突然的转行做了一个脱口秀演员、心理疗愈师、自媒体网红等等等等。那么这张牌呢，这组牌它就意味着或者说暗示了你们的人生有这种发生突变的可能性。那么双鱼座 I believe 它带来的其实是一种信念，就是说如果你们想要实现命运的剧本，或者说掌控你们自身的命运的话，你们就必须要相信什么呢？相信这种相信的力量，因为相信本身它就会带来一种力量感。重复的相信会不断的修正你们的行为，而行为会再次强化你们的信念。人其实它就是一种信念的集合。碰上新的问题，是选择回避还是正面去迎接那些挑战？碰到就是说这种新的挑战，你们到底是要迎难而上还是直接放弃？其实这些都是行为的集合，而这种行为的集合从宏观上来看，就是你们自身的一种信念感。你们是否相信你们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事情？那么这种信念将会决定你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们要去相信你们可以成为怎样的人，而这种相信的力量，它就会真的推向你们，把你们朝着那个想要成为的人去靠近。当你们真正有这种信念感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就可以带着这种信念去翻山越岭啊。那么在这组牌里边呢，我还抽到了一张 12 House Escape 啊，它带来的是一种逃离某种重复的生活，逃离某种既定的生活模式，逃离某种环境，某种关系带来的枷锁啊，它是有一种人挪活树挪死的感觉。就这组牌掌握命运，或者说走上那个命运既定的轨道，是你们要有勇气去逃离某种束缚你们的东西，勇敢的告别。那么这张第5宫呢 Fifth House Creativity 啊，我觉得就是说你们想要实现或者说掌控你们的命运呢，你们一定要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啊。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就是你们会开始思考你们的人生，也许会因为你们自身的某种想法和念头开始发生改变，你们会敢于设想未来的生活，并为当你们的这种设想和期待变得足够真实，它变得充满了这种丰富的细节的时候，你们就会真的为此而开始行动、改变和努力。所以说，如果你们不敢设想自己未来的生活有多美好，你们连想都不敢想的时候，那么生活一定就会是一潭死水。所以这张牌，当你们敢于去释放、发挥自身的想象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们就已经在向那种期待当中的生活和梦想一点点的靠近了。那么这个 Fifth House Creativity 还有一个指引呢，我觉得是你们似乎内在的天赋当中有着某种非常丰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你们要把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封装进某种具体的产品或者说作品当中，才能够释放你们最大的潜力啊。类似于你们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内容创作者、一个设计师、画家、导演、编剧，这种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工种。所以说你们要相信啊，你们的命运和你们自身的力量其实都存在于那些微小的信念当中啊。当你们真正开始相信它的时候，你们的人生就会真实的一点点的开始发生改变。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啊。那么在这组牌里边，如果说想要掌控和设计你们的命运的话，首先我们抽到的第1张牌就是 Study 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需要不断的持续的去学习和探索这个世界啊。可能掌握你们命运的方式就是你们要有足够高的认知能力啊，通过学习和教育
看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商业机制运转的本质和规则，这样才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啊。Study 的话，可能就是你们需要不断的去深造、读书、接受某种高等教育，或者说做某种科研类型的工作，在某个领域当中、某个细分领域当中做到极致，取得很高的成就，或者说拥有某种很深厚的学历背景，把它当成是你们人生当中的一块跳板，或者说敲门砖，它能够为你们积累人生掌控自己命运的一种筹码。而且在这组牌里边，我们抽到了一张权杖一和星币七啊，这两张牌结合在一起看的话，就是你们人生在前期它是需要大量的去探索的，探索人生的不同的可能性和路径，就是你们人生前期必然会存在大量的试错。在荷马史诗里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它叫做奥德赛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本质就是通过设计多重计划，增加成功抵达的可能性。就人生计划它也是如此啊，你需要多制定几个人生计划，在这几个计划当中呢，就会有那个最适合你们的道路，但是你们需要去不断的前期不断的去探索和试错，而且在这种计划当中呢，新的计划要比旧的计划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有一些旧的计划你们一直在做，但是迟迟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意味着这种旧的计划当中一定有着某种缺陷、漏洞，或者说存在着某种客观的阻力。而一旦新的想法出现的时候，你们就应该迅速的转变自身聚焦的方向，去尝试实现那些新的计划和可能性。因为真正适合你们的领域和行业啊，它其实是你们是能够快速的适应，快速的和你们自身的天赋相兼容和匹配的行业。那么这组牌我们抽到两张牌，一张是 Door to Value， 还有一个是 Door to Spirit。那么这两张牌呢，我觉得真正要掌控你们的命运，它有两个核心的指标。第一个核心的指标就是你们要分清楚做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带给你们价值和成就感，能够带给你们一种，甚至能够带给你们一种使命和意义。那么这件事情大概率就是你要终身从事的事情。而它的这种概念呢，类似于是通过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去引导你们的人生方向。你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类似于是这样的一种美好时光日志的这种形式，通过记录你们自身的感受和体验，能够让你们分清楚什么事情会滋养你们，什么事情会消耗你们，而滋养你们的那些事情大概率就是你们真正意义上要花毕生的精力去从事和聚焦、从事和专注的事情啊。一旦你们确立了这个方向和目标之后，就要保持专注，全力以赴，这样你们的人生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巨大的跨越和成长。那么这张 The Mo 啊 Soul 啊，它是一种心灵的力量，就是可能很多年以后，你们会很难相信你们能够从无名的大众当中崛起，冒着被驱逐、被嘲笑，甚至是失败的风险当中脱颖而出，是因为有着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驱使着你们向前啊，它是来自于灵魂层面的一种指引。你们的内在有一种生命意志在驱使着你们，鞭策着你们，最终会让你们爆裂开来啊！是内在的这种被抑制的某种渴望啊，它就像一个种子一样会发芽生长开花，然后最终会完整的绽放你们自己啊。所以我觉得这组牌掌控命运的关键就是你们一定要拥有一种超越自身限制性的信念。什么叫做限制性的信念呢？就是总是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某种美好，或者说这种限制性的信念就是你们总是在给自己实现某件事情或者说开始行动的过程当中找某种借口去逃避。你们要超越这种限制性的信念，克服我不行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暗示，克服对于失败的恐惧，你们才能够最终去掌控和设计自己的命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组牌啊，你们人生的使命、意义、方向，它就是通过探索得来的，通过不断的试错啊，所以说最终你们可能会转为某种 door to spirit 精神层面的追求。可能你们最终的使命会成为就是分享某种有价值的内容、理念，或者说
分享某种有价值的哲学思考，提升一部分人的精神感知力，把你们自身的信仰和理念分享出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啊。那么在这组牌里边还抽到了一张很重要的牌，就是 The Lovers 爱人牌啊。这个说明什么呢？掌控你们命运的关键在于你们命运当中所遇到的那个人，那个伴侣啊，这种亲密关系，它会建立一种最为基本的合作的基石。也就是说，你们未来的伴侣在某种层面上能够成就你们的梦想，或者说能够辅佐你们成为你们人生当中的贵人。而这个人他就是你们人生当中的转折点，能够成为你们掌控自己命运的关键的一环。所以说，你们的事业和你们最终找到那个人生伴侣，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它会和你们的命运也息息相关啊。要抱着一种谨慎的、认真的态度，甚至是拥有一种使命感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伴侣。它会对你们最终人生能够达到的高度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它不仅能够决定你们的下限，还能够决定你们的上限。要相信始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从而让你们命运的路径和方向产生一个转变。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这组牌的话，我感觉你们的命运的格局会非常的大呀。就是说即使不看这组占卜，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似乎也能知道自己人生的使命意义和方向。因为这组牌关于你们未来的人生命运的发展上限是非常之高的。你们的命运的格局当中能够承载非常多的东西，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话呢，可能你们天生就是做大事的人，你们很难在小的事情上获得那种满足和成就感。那么这张 leadership 啊，你们从小可能就展示出了一种非凡的领导力和号召力，或者说你们还没有意识到你们的身上拥有这种能力，而这种领导力，它不仅仅是领导别人，还能够主宰你们自己的命运。这是你们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你们可能很难被领导、被管教、被规训、被束缚。你们的身上有一种能够轻易的说服别人，能够影响别人意志的能力啊。而这种号召力的话，我觉得它是你们主宰命运的一个关键。掌控命运对你们来说呢，是天生就有的一种意识啊。而且这组牌可能你们有着更大的目的，就是帮助更多人改变他们的命运，通过你们自身的行动，或者说所践行的某种理念，去影响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说这组牌的格局很大，它之所以命格非常的命格很大的原因是，你们不仅仅会改写自己的命运，可能你们还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命运。那么第二张牌 Builder， 它是一个建造者，它是某种事业的缔造者，某种理念的践行者。你们打造的事业，就是说你们一定会去打造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事业，你们不去依附于任何的人或者说组织。会回归到某种创业、自主创业当中，创立属于自己的事业。所以说，我觉得你们把握命运的方式只有一种，它就是完全的走向独立。你们的生命和精神当中有一种叛逆，你们的命运完全是基于你们对自我的一种定位，就是这种自我定位，它就是你们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而这种自我它会让你们认定你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而这种强烈的自我和自我定位呢，它具有强烈的唯一性、不妥协性和不可替代性。它的意思就是，你们除了做那个你们要做的事情，做其他的事情都会觉得很没有意思。你们必须要做这个事情，你们必须要成为这样的人。如果你们不成为这样的人，你们就会死磕到底。
啊，这就是一种关于自我的定位啊。那么其他的这个任何的外界条件，它都不会让你们具备这样的一种本质。所以说你们会在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进步，不断的去进化自己，不断的用各种先进的思想知识去武装自己，不断的，然后你们就会不断的强化自己的这种人生定位啊，就是你们的人生它是有一个体验的过程的 travel， 你们的人生的密度会非常非常的高，可能说你们活10年相当于别人活20年甚至是30年。你们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体验不同的人生，或者说可能还会换很多的职业，各行各业的人你们都会认识到，它是有一种极致的体验在里边啊。这种极致的体验能够带来一种极致的从容和松弛，通过不同的方式体验了不同的人生，见证到了不同的活法，你们自然就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定位啊。而且你们通过建立了足够多的样本，观察了足够多的人的命运，你们自然也能够看到自己的命运。你们能够从他人的命运当中吸取某种教训，不让别人的悲剧在你们的身上重蹈覆辙。所以说这组牌我看到了，就是你们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通过不断的反思，通过不断的观察你们身边的样本。而且这组牌的话，我们抽到的这张第10宫啊 The World， 就是你们的身上可能会有一种工作狂和事业狂的潜质，有非常强烈的渴望想要自我实现啊。所以说我觉得这组牌你们很有可能就是起点不是很高，命运可能在一开始没有给你们抽到一副好牌，但是你们会依靠着自我的能力和意志，给自己的人生开辟出一条路。就是你们的人生是属于那种逆流而上的，不被看好，但是你们越不被看好，就越能够激发出你们自身强大的潜力去证明自己。你们所处的环境越恶劣，你们未来发展的上限就越高。就是这组牌我看到你们的身上有很强的心气，这个6 I will， 它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自尊，就是你们在某种层面上，你们掌控命运的方式就是依靠自己，只依靠自己，强烈的意志，舍我其谁的霸气啊！它是有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信念感。所以说你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啊，最终它都会变成你们自身的勋章啊！你们是有逆天改命的能力存在的，就是你们不会任由自己在一个环境当中堕落和沉沦。Provoker 呢，代表的是你们人生逆天改命的方式啊，可能它是通过一种冲突来实现的。你们会勇敢的去反抗一些东西啊，就是在别人的眼中，你们是叛逆的、倔强的，但是同时你们也是冲破世俗的、自由的、不羁的。所以说这组牌，我觉得别人越不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越偏要去干。而这种叛逆精神能够让你们真正意义上的掌控自己的命运。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达成某种人生的某种人生的路径，它是由你们自身来掌控的。你们有这样的一种强烈的信念感，而且你们可能会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冒险主义者，为了能够实现自身的野心、抱负或者说一些想法，你们愿意去做一切事情，不计代价啊！通过不断的打破自身的边界，冲破你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茧房，不断的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所以说你们的人生它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边界的过程，不断的超越自我。我觉得你们是有一种竞争型人格的，就是总能够在对抗和竞争当中，即使不被看好，但是也依然能够占据上风，或者说自身有着某种劣势，但是总能够逆势翻盘、逆风飞翔。好，那这就是我们这组牌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